年全球气候变迁异常，减碳已成国际显学。然而15年前，时任明基产品技术中心总经理、现任明基佳士达集团董事长的陈其宏就决定要打造低碳产品。但当时减碳风气不盛行，连内部员工都出现质疑声浪，让执行变得更加困难。我们在推动绿色设计的这个一刚开始大家都感觉到这个其实就是帮手帮脚，特别是从 R&D 的角度，因为他们有很多的限制比如说，我下一代我要 cost down 10%、20%，不是只有成本降我们同时这个碳排放也必须要降10%、降20%，这两个一卡在一起，常常就纠结了。像这些对内部其实，尤其是工程师是最难说服的。我本来用的习惯的东西。我本来是最便宜，规格能够符合就可以了，但突然间就加一个要去在乎，这个是最低的这个碳足迹排放，所以挣扎是很多的啦。要降低成本，又要使用价格较昂贵的低碳材料，这道看似相互矛盾的难题，最终有了解法。佳士达导入绿色设计思维，制定生态化设计架构，从初期法规限制与客户要求，到设计检核，最后进行有害物质控管、产品回收率计算、生命周期等评估。其中如何设计能减少产品重量、零件数，并提升能源效率，成了产品的减碳关键。减重量为什么会对减碳有帮助？一个重量假设100克的东西，我产生的碳排跟我80克东西产生的碳排绝对是不一样嘛。以前我们看到 monitor 是很笨重的一台，你看现在的 monitor， 窄边框、薄壁，全部都这样设计。那当然第一个当然是符合美观的需求嘛，因为大家都喜欢小一点。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对我们很重要来讲就是减碳，因为我们的重量就可以减少。那减零件数呢？我不要用可以吧？所以我10个零件，我便用5个，我也可以达到同样的功能的话，那我就可以达到我减碳的功用所以不管从半导体、从 RLC 等等这些被动的零件从线材等等，我只要能够减少用量我就可以达到减碳的效果。那另外一个提升效率，这讲的是什么？一台 monitor 假设我用50瓦，我现在变成用30瓦。电力公司提供给你的那个电力，它就只要30瓦就够了。那它是不是减少那个碳排的那个产生？第二个是我的50瓦变30瓦，这里面的20瓦省在哪里？我的那个热量的产生，我的这些瓦特数都消耗在我零件的上面的这种热量，所以我会有很多hy辛格等等之类的那我又可以减量，我又可以减少热排放那我就可以达到减少碳排的功用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设计上要从减量减零件数、提升效能来设计的最主要原因。佳士达的绿色设计行之有年，产品在节能、减少耗材、降低碳排上都有亮眼成绩。陈其宏更直言，只要能从设计下手做减碳，其实不会变得更贵。理论上会理论上一定会，但我们实际上做出来是不会，因为我们是从设计下手，线路越来越浓缩，零件越来越少，很神奇的虽然说我们为了做这些有牺牲掉一部分成本的部分，但是透过刚刚讲的这些，又补回来。它经过这么多挣扎，那最后还是做到了，只是那个过程束缚很多了，坚持要很多了，意志要很坚强。那总的来讲，我可以很大胆的说，并不会变得更贵。我们在推动这个绿色设计的部分，我们有定了一个555的一个这个计划。那所谓的555，就是说每5年要减少5%的，包括能源的消耗、材料的消耗以及这个减碳的一个部分。从2016年到2022年这几年的期间，我们已经大幅的超标。比如说在节能的部分，我们已经达到42%的一个 saving。那材料的部分其实也达到38%的一个 reduction， 以及减碳的部分也达到45%的一个减少的一个量。设计是所有的源头不管是从品质的角度也好，或者是从成本、从规格、从碳足迹排放，凡事只要你要想要做的可长可久，不管是品质还是减碳，就是 design， 从设计下手。